李空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曹府的大铁门只是第一道防线，而真正的好戏在曹府的正门。一旦鬼子推开正门，会引起一连串的大爆炸，置他们于死地。等等，我跟他们交手多次，他们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 这么容易就让我们进来了。中国有句俗话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你去把野山青带过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野山青会在我们的前面，不管你们耍什么鬼把戏，最先死的一定是他。大洋，大洋，你赶紧把半雷线拆了，我不能看着山青被炸死啊！我不能没有山青，我不能看着他被炸死。冷静点。海棠。 快去把线剪断！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牺牲。到时候，等大英叔子他们到了客厅，我们再把他们解决掉，救出山青，然后再撤退。好，快去快去！小鬼子自作聪明，让我哥去趟雷，殊不知是把我哥给我们送回来了。李世梅，走。淑子小姐。 你的算盘打错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。没有价值，可是我还记得，你是野山鹰的哥哥，易之美的丈夫，有没有价值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找2个人带他进去。嗨，走走。 我让丹阳布置了另外一个手动的触发机关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碰那个机关，因为触动机关的人会和鬼子一起同归于尽。山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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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山青，山青，你怎么样啊？山青，哥，你说话呀，哥，山青，哥，山青，山青，你醒醒啊，山青，山青。鬼子，小贝姐，快来救我哥！山青，山青，山鹰，怎么了，山青？山青，我是梅娘。山青，我是梅娘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山青，山青。 小贝，小贝，山青，山青，山青，你醒醒！山青，山青，山青。
莹儿，莹儿，莹儿，你听我说，鬼子的援兵越来越多，而且你知道大英叔子的位置吗？这么盲目的找，不是等于送死吗？我也要为我哥报仇，我要跟大英叔子同归于尽，我不要你管！你冷静点。燕儿，我出去，你捡枪。不行，没事儿，二师兄我神功护体，他打不死我。没什么别的选择。燕儿，捡枪！别出来！你别吓我！你别吓我！我带你去找小贝姐，我带你去找小贝姐。燕儿，燕儿，我不行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燕儿，你听我说。我这辈子我该做的事都做了，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，你能帮我实现吗？能，我一定帮你实现。亲我一口好吧，亲。哎呀！
有音乐挡着，他也疼。我疼死你我！小贝，丹阳，我有个请求，我想单独跟山青待一会儿。你们帮我把山鹰找回来，我很担心他。好吧，走。山青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喜欢，只要是你送我的，我都喜欢。山青，我知道你累了。睡吧，好好的睡吧。山青，别怕，梅娘会陪着你，我陪着你一起睡。等我们醒来，那个世界到处都是鲜花。你不用再费劲的给我采鲜花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说好了的4个，他们在花丛里互相打闹。只是我们那个世界没有山鹰。我的幸运手镯也没有机会给他了。
但他一定会幸福的。还是没有叔子的消息吗？一旦有了消息，立刻给我接过来。叔子啊，希望你能一切顺利。回来，我给你庆功。大佐，大佐。 说，据上海传来的消息，淑子小姐她，樱花战队全部玉碎，曹大年也一起失去了踪迹。什么？樱花战队全部玉碎？这不可能！目前掌握的消息确实如此，我也感到十分悲痛。接下来，上海方面，我们该进行怎样的行动？ 我会安排的，你先去吧。嗨。为什么不做？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青浦特训班的高材生，这一堂实战课，你的成绩是负分。作为我最得意的学生，你让我很失望；作为我最得意的下属，你让我丢尽颜面。山鹰战队在回来的路上，遭遇樱花战队的拦截，我们与曹大年失散了，没有完成任务，都是我苏海棠一个人的责任。我愿意受军法处置，与山鹰战队的人没有关系。你刚才虽然骂了他，但你根本就没有处罚他。虽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，但是他已经愿意全部承担了。你这是包庇。我如果包庇他的话，我就不会讲刚刚那些话。我只是欣赏他的才能。我不喜欢你对他另眼相看。摸清楚山鹰战队的情况。
我的战友离开了，他们相爱多年，如今结伴同行，这样也好，一路上也有照应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梦想，在一个没有枪声、没有炮声的早晨醒来，唤醒我的是鸟声。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船夫，带着人们驶向无忧无虑的彼岸。这一段航程会有风浪颠沛，更会有鲜血和死亡。我带着理想与梦想，也带着脆弱与哭泣，一直向前走，向前走。喂，姓赵的，我们完成了任务，山鹰战队打败了日本老爷。过几天我就回司命山根据地，你怎么着也得给我转新四军了吧？我可不想回担架队。姓赵的，我哥死了，我嫂子也死了，我现在要给他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。战友们都一起去为他们送行。从此后，我家里就剩下我一个，新四军就是我的家。我就一个念头，杀日本侵略者，杀，杀，杀！哥，你好福气，能够找到一枝梅这样的女人，为了一束野花，就能对你死心塌地的。一枝梅，其实你跟我哥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是100个不同意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爱钱。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其实你什么都不图。就图能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个好日子。现在你俩在天上，应该过上了这样的日子。李志梅，听到我这样说你，你应该在偷笑吧？山鹰嘴犟，你生前我从来没叫过你一声嫂子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嫂子了，我的好嫂子。哥，嫂子，你俩放心，山鹰一定替你们报仇，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报仇，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本同时对由英国与美国所掌握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展开攻势，包括偷袭珍珠港、占领泰国和马来西亚、占领香港。现在，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已结成同盟，正式对日宣战。疯了，疯了！日本人真是疯了，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嘛！照这样下去，他们很快就会一败涂地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呀？这日本人最不应该的就是跟美国人宣战。我看他们离战败也不远了。那，你跟竹野那边的合作？一旦日本人战败，所有与之相关的利益都会分崩瓦解。我不得不提前做准备。可你这么做，他们会不会起怀疑呀？不会。我对日本人来讲，目前暂时还是有用的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可是以后我们跟他们的联系，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们掌握到任何的证据跟把柄。波兄，你真是缜密的让人害怕呀！只有强者才会让人家尊重，弱者可是注定要被践踏的。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强者。
啊，有什么事儿找我，直说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赵团长说，等我完成了这次任务，就让我加入新四军。你呢？老马，是不是有新任务给你？这样吧，反正你是我们自己人，别回军统了，更回新四军。你当队长，我当副队长。我也想，但是什么呀？老师，我的请辞报告您收到了吗？你一点也没变，还是那么倔。我苏海棠无能，未能完成护送曹大年的任务，请准我引咎辞职。你以为军统是过家家吗？说不干就不干啊！你知道为了你的事费了多少的口舌，才把你的事情给压下来啊？其实您没有必要这么做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来承担。你有事瞒着我，是不是中共那边的人走漏了消息？没有，是中共把曹大年给接走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海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但我只提醒你一句：中共早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现在只是利用他们的战斗力跟日本人抗衡，但是绝对不能对他们有妇人之仁。你的请辞报告我不准，作为我的学生，绝对不能当一名逃兵。军人的职责就是奋战到最后一刻。回去吧。让我离开蛇鼠一窝的军统吧。叶山鹰说，要带我一起去四明山根据地。幼稚！你怎么可以听野山鹰那个丫头瞎胡闹呢？海棠，你可是一枚重要的棋子，不可能随便调动。留在这儿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。这么长时间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还害了一枝梅和叶山青。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？为了离开军统，你竟然否定了自己在抗战中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。况且，你潜伏的意义不在今天，而是在日后。日后？对，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？你说想要去正面战场。我告诉你，国民党对我们没有丝毫的放松，这种趋势也更加的明显。所以，即使抗战胜利，国共之间也不会和平相处。你们为什么都这么说？你真的认为，抗战胜利以后，国民政府开个大会，大家就可以一口锅里吃饭了？哼，不是我们不想和平，而是蒋介石不会允许我们和国民政府共享胜利的果实。所以，你必须潜伏在军统中，准备在抗日胜利以后，继续从国民党内部搜集情报。我们不愿内战，但也要防止内战，避免挨打。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，需要山鹰战队去完成。野山鹰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平复悲伤，但是时间不能等人，所以我想还是由你来尽快传达这个任务。我了解山鹰，就算他心里难受，
也一定可以完成任务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有新的任务，什么任务？杀小日本？比杀小日本还要重要的任务。揪出上海的铁杆汉奸。行，只要是跟杀小日本有关系的事儿，就是我野山鹰的事儿。这汉奸比小日本还要可恨，这古语有云。你别古语有云，让海棠接着说。据可靠消息，这批汉奸在日本人的授意下，要在上海成立大东亚和平先遣队。这个组织的牵头人是上海航运业的汉奸张少廷。张少廷手中有一个名单，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个名单，就能消除一大批隐身汉奸。行，大买卖啊！我们山鹰战队接了。那我们应该从何下手呢？不是海棠刚说完吗？在张少廷手里那个名单。不过在成立大会之后，这个名单就会交给日本的梅吉馆长应昭手里。到时候如果我们再想拿回名单的话，难比登天。那我们一共有多少时间啊？3天。行，3天之内我解决张少廷。你千万不要鲁莽，杀张少廷容易，关键是要拿名单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接近那个张少廷呢？飞毛腿啊！快速狂奔，迎面而上，见着名单我就拿走，不就完了吗？张少廷的身边保镖如云，如果想要拿到名单，除非你有隔空取物的本事。没有。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，张公管家的粗使丫鬟前几天得了重病，突然死了。我们的一个内线跟张公馆的管家有数面之缘，可以介绍我们的人去张公馆当粗使丫鬟。我去，我长得最像。你是山鹰战队的队长，还是其他人去比较合适？对，还是我去吧。这我去也行啊，丹阳你不像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姐。小贝姐，你一看就是读书人，还是我去，我最像。对，你最像。其实山鹰才是去张公馆的最佳人选。可是如果你去了张公馆，我要回军统复命，那山鹰战队怎么办？二师兄啊，二师兄整天说自己满腹经纶无处施展，现在好了，给你个机会。但是有一点我强调啊，你要是在我不在的期间，让这儿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丢了一根汗毛，跟你没完。行，你放心，谁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你就把我薅成秃子。一代才俊，我终于有机会施展我的本事了。这古语有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接着说，说。他说不下去了。重庆来电，要求我们立即下达命令，从张少廷那里截获一份汉奸的名单。你说你的名字会不会在名单里啊？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。王伯雄有100个脑袋也不够他们砍的。竹野他应该会考虑您的隐秘性。竹野他这么做就是故意留了一手，他威胁我，他把我们2个绑在一块。可是他这么做，不管对他还是对您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他这是在赌我无所不能啊！我看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情，看看您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我会让他看到的。小雪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现在我只有靠你啊！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份名单拿到手。我一定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，尽量设法接近张少廷。好，那日本人的技术我估计也差不多了，我得为自己找一条后路，也是为咱们日后的日子打算，所以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，把我的名字从那个名单上给消除掉。另外，我想让苏海棠也参与这次任务。你是1队，他是2队。那到底谁听谁的？听你的，你是总指挥，好吧？不过，
苏海棠曾经跟新四军组成过联合战队，你就不怕这个消息走漏了？让他们参与，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做到冠冕堂皇、无懈可击。况且我相信你的能力啊，他们一旦有人介入，你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现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看花眼了吧？这么大的阵势，可不是你们这些乡下人寻常能见到的。不过在这个大院里，你可不能这么东看西看的。话要少说，事儿要多做，手脚勤快点，没你的亏吃。说不定哪天老爷心情好，赏你几个大洋，就够你乐一段日子了。是。你表叔沈四和我关系不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啊，你要守规矩，不要给你表叔惹事儿，更不要给我惹事儿。啊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！你知道前些日子那个丫头怎么死的吗？她不是得了疾病吗？什么疾病啊？那是因为她多嘴多舌。那老爷一个小拇指，轻轻地把她摁死了。你别吓我，我可是见了耗子都会害怕的人。我不是吓唬你，你在这府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啊，你的差事就是打扫各处的卫生。要是让我在哪儿发现了一点灰，我可是要扣你的工钱。要紧的东西不要乱动，手脚要干净。啊，在哪儿拿的还轻轻放下。王家好，王家好。老爷是最讨厌别人乱动他的东西了。处座，您找我。你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。重庆方面来电，要你去执行这个重要任务。您的意思是？马上行动，截获这份名单。上官雪已经出发了，他是1队，你是第2队。这次行动由他来指挥，只是绝密文件得到以后不得擅自开启，立即上交。是。那这份名单在谁手上？看，此人叫张少廷。